我不是去当吉祥物的。你们要想改变现状，你们要想挽救列治文、挽救温哥华，你们必须给我这样的人集气，因为我是你们的嘴替。除了我看不到任何人是你们的嘴替。目前呢，这些当官的所谓的华人，我目前看不到你们的嘴替啊。我说的是市政府啊，我说的是市政府 Richmond 市政府的这一级别，我看不到嘴替，我为我说的话负责。Richmond 市政府全是八面光，全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6层，全他妈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给你们看看啊。小胖子、小鸡蛋呢，我让他给我发过来啊，他的那个 video， 他呢一直没给我发，那我就让大家看看吧啊，因为我没有他的版权，所以大家只看看吧啊。This is a warning. A repeat violent criminal and child sex offender is now free on our streets. His name is Nathan Singh Khan, born in 1995. This man was just found guilty again for assaulting a condo resident near the Alderbridge Temporary Modular Housing here in Richmond. 这就是列治文的人啊，这是小鸡蛋。犯罪记录，对小孩性侵。儿童性犯罪。这就是我们列治文的街头。这就是我们列治文的街头，后边这个房子就是我一会儿要说的。你看他在干什么？光天化日。一天就给放了啊！这么严重的这么一个罪行，一天就给放了。就你看这个状态啊，你看偷东西的状态，不是一个啊，是一群，是。他的那个 video， 他呢一直没给我发，那我就让大家。他说 I don't fear nothing， 我啥都不怕，他啥都不怕。Just this week, he was found guilty again of committing an indecent act right here in Richmond, and his sentence, 1 day in jail. 一天。1 day.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his man has been molesting women, exposing himself. 25年的连续犯罪。行了，要不然一会儿又被投诉了，有人提醒我了。好，咱们投诉不投诉的无所谓啊。咱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在列治文大街小巷市中心，现在不是1、2个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温哥华已经死透了，温哥华的华人聚集区，所谓的唐人街已经死透了。没有任何一个大温地区的华人会否定，没有任何一个大温地区的华人会否认温哥华黑斯汀街的老唐人街已经死透了。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在大温地区的华人会否定，会否认。死透的原因就是毒虫，就是刚才这种毒虫，上千人、几百、成千上百人，成百上千，刚才这种疯子就住在黑斯汀街，就是住在我们的唐人街，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否认。之所以他们住在唐人街的原因，就是因为25年以前，温哥华市政府把那个毒品吸毒那些人的那些免费注射的吸毒屋放在了唐人街，但没有一个华人像我这样问过大家，公开问过大家。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是为什么他不放在意大利人街？他为什么不放在法国人街？他为什么不放在希腊人街？他为什么不放在伊朗人街？他为什么不放在印度人街？他为什么要放在唐人街？那跟我自己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住在唐人街，我住在列治文。好了，列治文非常好啊，小中国啊，解放区啊。现在2023年之后，今天是2026年，2023年之后，这样的人开始住在列治文了。听刚才的地址了吧 ？Bright House 是不是好耳熟啊 ？Bright House 和 Lansdowne 和 Richmond Center 离得近不近呀，弟兄们？为什么进来了？为什么进来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列治文的居民知道吗？只是看到我的直播之后，
有列治文的朋友说，哦，我说怎么 Rona 附近有那么多吸毒的呢？我说怎么最近天车站底下有那个针管呢？我们如此之麻木不仁，以至于这些信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信息，都是老外拍的，白人拍的，几千个 view， 就是咱有几千人看，而且这几千个 view 里边，大部分80%不是中国人，似乎列治文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一样。我们中国人在列治文多到就是全都是中国人，你可以在列治文一句英语都不说，可以幸福的生活几十年，非常幸福。但是现在列治文正在死去呀，用英文讲就是 Richmond is dying 啊。为什么？刚才看见了吧？25年连续犯罪记录，出事关1天，把人家家砸了，房子给人砸了1天，第2天就给放了。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华人比较温顺所以我们一定要集气，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不温顺的，不是他妈的就是怂逼的这种华人，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去发出声音？我告诉你们，你们刚才听我刚才放的那个 video 里边应该有一个关键字，能听到的关键字叫什么模组屋，就 module house 或者 building，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便宜的就是所谓的那种建筑质量比较一般、比较朴素的那种楼。就是刚才那个老外主持人就是 Shelton， 他就是 Shelton Shelton 后边的那个房子就是这个屋，这些人都住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列治文的华人以为2024年自己成功的阻止了这些事情。2024年，大家还记得2024年大概是8月份、7月份，也是现在这样很热的时候，列治文上千市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包围了列治文市政府，抗议兴建列治文的注射毒品屋。然后呢，列治文市政府紧急开议会，2票反对，6票赞成，继续兴建，但是继续围困，列治文市政府就无限期搁置了这件事情。华人大获全胜，说我们胜利了就散了。然后呢，之后呢，就吸毒的人就越来越多，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看我的口型，告诉大家根源在哪里。我们这次不要谈那么远，根源在于经济没有发展，真正的根源在于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我们不要说那么远了，那么远我们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我告诉你们，根源在 BC 省2023年 BC 省就是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C 省政府在 NDP 政党的领导下推出了 Bill 44 Bill 47，就是第44条法律和第47条法律44号法案、47号法案，记住这个关键字 Bill 44 Bill 47。所有的网络所有的 YouTube， 没有人中文的、粤语的、台湾的，没有一个中文频道讲 Bill 44和 Bill 47，这是恶法的根源。现在2023年推出了以后， Bill 44和 Bill 47已经影响了温哥华、列治文、南素里、白石、本拿比、新西敏、素里所有的华人聚集的城市都被影响了。Bill 44和 Bill 47怎么影响的呢？我告诉你们，他们发现如果在任何地方做吸毒者聚居的这个吸毒区就 drug housing 吸毒屋，当地的市民都会反对，当地的市政府也会反对，因为市政府是民主选举的，他都会代表民意，就像列治文人民反对了一样。OK，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包装了一下，做44号法案和47号法案恶法装进去了。这44号法案、47号法案不是说我要做吸毒区，是做什么呢？高密度的、低成本的、零负担的廉租屋。廉租屋，你听起来是不是像新加坡呀、像香港这是好事啊？所以大家就麻痹了。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结论 ，Bill 44和 Bill 47这个里边掺进去了这个内容，就政府出钱，记住是政府出钱是我们纳税人出钱开发商承建这个高密度住宅的时候，开发商必须在其中设置一定的单元一定的单位，是给这些极其困难的人居住的极其困难的人包括但不限于老人你听起来很有道理无收入的人或者身体失去功能的，就是残疾人精神上有些问题的，这些也是精神残疾人和吸毒的人。这个和吸毒的人在里边就看不出来了，他没有说这是吸毒的人。但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房子里边只要住进去了10个吸毒的人，
这个一个楼里边只要住进去了10个吸毒的人，他按功能划分的，那老人、病人会立刻搬走。因为您要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无能力负担自己的房子的，住在廉租屋的老人，你能忍受隔壁住那么两个主吗？就刚才我给大家那住你隔壁，你会怎么样？你第一是远离啊，第一反应是远离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就住进来的都是这种人，人房子不能空着呀。所以我们列治文住进去了，第一批就住进去了35个这种人，刚才只是看见了2个，他们带进去了一个吸毒社区进来了。这些人没事就在街上他妈的就是小偷小摸，听了吗？刚才那个1974年生的那个，见了女士就一看呐，就干这个，就是暴露对于女性暴露她的这个，而且他们对着小女孩有搞 child sex abuse， 就是性侵犯、性冒犯，对未成年人、对我们的孩子干这个事儿。他们坐我们的公交车，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边出没，砸玻璃、砸门窗，砸了玻璃、砸了门窗，报警之后，警察抓1天，第2天就出来。所以这个的法律的源头在于 Bill 44和 Bill 47。Bill 44和 Bill 47，它第一，它3个功能：第一，剥夺了市议会各个 city councilor 的决策权，也就是说，市政府没有决策权。Bill 44和 Bill 47是省政府让你市政府必须干，是垂直管理，你市政府没有权利决策 ，bypass 绕过你了。第二，架空了市民的知情权，因为他架空了市议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架空了市民的知情权。没有公众听证会，英文叫 public hearing，public hearing 跳过去了。我们的白石市啊，就是我们美加边境最 peaceful 的一个白石市，全是加拿大退休圣地。那个地方就是退休的老金领、老资产阶级、老白男、老白女在那儿享受人生，就像夏威夷一样。那个白石那个地方，它非常富裕、非常和平、非常安宁，可以说是非常宁静。白石也是个 city 啊，白石也是在 BC 省的 city， 所以白石也要建这个。你们能想象，在一个退休城市也要建这种 modular housing 嘛，就是 modular housing 里边住的都是这些人。那你用屁股想也知道，白石市民、白石议会、白石市长什么态度？当然是反对了。他们不像列治文那8面光，因为他们都是白人，他们知道老白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反对无效。在白石栈桥上，所有的白石市市民、白石市长带着他们反对无效。为什么？省政府大，省政府更有钱。如果你白石不听话的话，省政府就在财政上制裁你，就跟美国制裁各个国家一样。所以第3个这个恶法的第3个效果就是无视社区规划。人家是个退休社区，无视社区规划，直接就把吸毒区给你甩进来啊！大义名分。BC 省比如说有5000个吸毒的，各个市必须得分摊。你白石有什么特殊的？5000个你市小，你分50个吧，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如果不修正这2个法案 Bill 44和 Bill 47，不修正这2个法案里边的过了界的这个所谓的廉租屋的部分，那么以廉租屋以可负担住宅为名的，实际上是毒品屋的为实的，就会像打地鼠一样此起彼伏。而我们知道了，我们媒体人告诉大家了，大家可以去围困省政府、围困市政府，去呼吁联邦参议员关注。你看不到的呢？列治文的这些人，你看到了吗？请问列治文的各位市民，你们看到了吗？哪天住进来的？你们知道了吗？你们有 public hearing 吗？你们的所谓的中国的议员替你们说这句话了吗？替你们阻止了吗？没有。他们是8面光啊，他们是玲珑宝塔19层啊，他们是他们的吉祥物啊。至于 NBA 的吉祥物是一个松鼠，还是一个鸭子，还是一根火箭，似乎与我们市民无关。但是结果就是这样的人住在了列治文，所以我说列治文正在死去，还没死 ，is dying。Vancouver 的唐人街就是 Chinatown 啊，中国人住的地方，那是 dead，救不回来了，已经上千人了。列治文这儿只是100人，那儿是上千人。